陈小娟抓着的手机跟她的身体一起摔飞出去，她被王志胜摔疼了，她觉得自己狼狈极了，身体上的疼痛让她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王志胜看着地上像枯木般的身影，他发出奄奄一息的哭声，他不耐地翻白眼，叹口气，仿佛这个场景已经发生无数次。王志胜背后围起的房门闪现着一名女子正在穿衣，拨着有些凌乱的长发，妩媚地扎起了高马尾，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，然后不缓不急地踏出房门，拍了拍王志胜的肩膀，娇嗔地说声：“我走咯。”王志胜了一声，眼神还是焦灼在地上的陈小娟，而女子像把陈小娟当成地上的垃圾般，险恶地从她身边走过。陈小娟看着那双红色高跟鞋，刺耳地发出声响。直到那女子离开家门，她终于嚎啕大哭了起来。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？”陈小娟痛彻心扉地嘶吼着。王志胜转身走回主卧房，用力地把房门关上。他的哭声怎么也掩盖不掉身后传来巨大的关门声响，让他的心像是坠落的玻璃应声而碎。他再次嘶吼了起来。痛哭的他想起当初决定跟王志胜结婚，闺蜜顾晓一脸漠然地对他说：“好羡慕你这么勇敢。”她曾经以为是闺蜜在嫉妒自己，现在想来这一切真的太讽刺了。当初顾晓有提醒过她，王志胜不是专一的男人。那时她看着顾晓对王志胜的质疑，她丝毫不以为然，因为顾晓觉得王志胜根本没那么爱她。这些话听起来是如此逆耳，她不想理会，一心只想好好跟王志胜过日子。陈小娟艰难地撑起身子，客厅还在回荡着她的哭声。她看向身后的主卧房的房门，房门里的男人冷静地让她感到害怕。在她身前不远处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忍不住低头啜泣着，撑在地上的双手握起了拳头。手机铃声断线般的又再次响起，陈小娟打起精神，爬着拿起手机，然后接起通话。喂，她听着另一头同事的叨叨絮絮，好像是在担心她不吃完午餐，突然消失跑去哪里了，正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。我今天下午想要请假。陈小娟强忍着哭声，同事一听像是有了心有灵犀，关心地对她说：“好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会帮你跟主管说一声。小娟，什么事都不要太往心里去。”听到同事的话，陈小娟的脸难过地皱了起来，她无声地咬着下嘴唇，直到发白。然后她深呼吸地缓了一口气：“好，谢谢你。”结束通话后，陈小娟想起了闺蜜顾晓，她想去问顾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何顾晓对王志胜如此了若指掌。她看着身后的房门，心想既然躲在主卧房的男人问不到，就问通知她消息的人吧。她跟顾晓是大学住在同一间宿舍的舍友，顾晓是一眼看就知道是很娇生惯养的女孩子，像是父母宠出来的，也像是富贵家庭养出来的。家住在台北信义区的顾晓，是她自己决定要到台中的大学念书。父母因为远在台北国外工作，入学报到那天，顾晓的父母还一起帮她把东西搬进宿舍。一间宿舍住4个学生，那时只有陈小娟在宿舍里整理东西。陈小娟看到顾晓一家人走进宿舍房间，她对着顾晓和她的父母微笑点点头，然后她就听到顾晓的妈妈指着顾晓的床位跟书桌说道：“小小，这里也太旧了吧，
你确定要住在学校宿舍吗？我觉得我在学校附近买一间房给你住好了。顾晓的爸爸带着谨慎的眼光环视10坪不到的宿舍房间。顾晓一脸尴尬地观察陈小娟的表情，原本在整理书桌的陈小娟一时停下了手边的动作，在看到顾晓露出歉意的笑容，陈小娟理解地笑了笑，继续整理自己的行李。顾晓的妈妈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这衣柜好小哦，小小，你的衣服那么多，可能装不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先出去办理入学报到吧。顾晓想赶快把父母推出宿舍房间，他脸红的不敢多看陈小娟一眼。被留在宿舍房间的陈小娟一脸呆愣的伫立着。后来陈小娟才知道，顾晓填大学志愿故意填中南部的学校，只因顾晓想脱离把她富养的父母。富养女儿这种观念在陈小娟听来就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她是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。听着顾晓谈论着自己的父母，陈小娟觉得自己跟顾晓好像活在不一样的平行世界。顾晓说她有一个哥哥，从小到大她就是哥哥使唤的小可怜，因为他们家的小孩从小一开始直到升国中前，每天都可以跟父母要50元的零用钱。每次哥哥用完了，想要再拿零用钱，就会叫他再去跟父母要。为什么你哥哥不自己去要呢？陈小娟不能理解地问道。因为他再去要会被骂啊，才叫我去的。看吧，我很可怜吧？顾晓一脸委屈巴巴地说着。陈小娟心里仍然觉得奇怪，为何顾晓的哥哥要担心被父母骂呢？在他的家里，儿子总是被父母捧在手心上，而他身为女儿，从小一开始就要帮忙做家事，甚至用的吃的都是哥哥不要的，才会轮到他。这是陈小娟第一次知道女儿是珍贵的。她看着顾晓天生散发的娇气，那种可以不管他人怎么想，偶尔表露出的不屑，对她而言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帅气。她好羡慕这样的顾晓。而陈小娟有着出众的外貌，同时也吸引顾晓的靠近。顾晓心想着，她从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但却不了解为何陈小娟看起来是如此没有自信。她忍不住心里的好奇，总是想要靠近她。从大学1年级开始，他们就是好朋友，许多人都称他们是无所不晓团体，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，自此他们变得形影不离。